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了。在前不久，我看到讨论区有一个玩家说，每个兵种的最强代表，像是工兵就有诸葛亮，有 AOE 来自中国；步兵最强刘彻有 AOE， 又是来自中国；骑兵最强霍去病来自中国；关羽有 AOE， 还有沉默效果来自中国；孙武最强的紫色统帅来自中国；曹操拥有最快的速度，野蛮人最强来自中国。我觉得最后那个曹操是多余的。然后他这边说要说出一个最烂的中国统帅，没有，到底是万国觉醒还是中国觉醒？OK， 那么首先身为一个华人呢，其实我们在中文的讨论区，还有包括我的中国观众呢，都是觉得说这个游戏其实真的太多中国统帅了。像之前的影片，其实我有抱怨说过，在万国觉醒里面确实有很多中国统帅，但是并没有像他所说的什么没有很烂的中国统帅，其实还是有的。就比方说最强鬼神吕布，这个是我们游戏里面算是最烂的统帅了吧对我而言，这个玩家所讲的东西也不完全错误啦，因为确实太多中国统帅了。在评论区我也是看到一些玩家解释说，为什么这个游戏的中国统帅这么多。有一些玩家说是因为开发人员全部都是来自中国，包括这个游戏也是中国制造的。这就很像我们平时看的电影一样，大多数都是来自好莱坞，所以那些电影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华盛顿或者是纽约之类的。还有一些玩家说这个玩家是歧视，如果你不想要玩的话，你就不要玩那还不至于到歧视的境界，因为他只是抱怨中国统帅太多而已，像我们平时也是抱怨中国统帅很多的。更有玩家说，现在他们所使用的统帅包括海尔曼不是中国的， CP 不是来自中国的，司机不是来自中国的，不是只有关羽有沉默效果，然后花木兰是一个不好的统帅。这个玩家的观点就是说，这个写贴文的玩家他只是注重在中国统帅而已，而忽略掉有其他的统帅。最后我看到一个玩家说出了重点，就是中国的文明实在是太久了，上下5000年。我也知道中国文明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存在的文明，但是它比较起其他的文明存在的时间比较久，然后所保留下来的历史也比较多。像是比中国文明还要更久的文明就是苏美文明，但是我们能查阅到的历史是真的少之又少。古埃及文明也是很久，但是后来被灭亡了。关于古埃及的一些记载、文字还有语言还有习俗之类的全部都已经消失了，就变得要考察也不是这么简单。再加上还有一个重点，确实这个游戏是来自中国的。因为万国觉醒他们要设计一个统帅呢，也不是说我知道这个统帅是谁，然后我就随便创造出来，而是要经过考察了解这个统帅的身世背景，才可以把那位统帅创造出来。相信各位应该也不难发现到，每个统帅的技能上面呢都有写上一些统帅的特色，或者是他曾经做过的事情。就比方说诸葛亮最有名的就是草船借箭，这个相信外国的玩家应该都知道。没有仔细去考察，出现一些错误的话，当地的玩家可能会怪罪这个游戏。那也是说过了，开发人员就是来自中国的，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接触中国的博物馆，文明历史又比较久，比较多一些出名的统帅，才会演变成比较多的中国统帅。但是今天我就要打破大家的迷思，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中国统帅，哪一个兵种最多中国统帅，或者是其他的文明？那么还是一样老规矩，我们从骑兵开始。在做列表的时候，其实我去检查了其他的兵种，确实是发现到骑兵拥有最多中国统帅。虽然中国文明的特色兵种是工兵，但是也不妨碍他们骑兵拥有比较多的统帅。但是你们从那个列表上可以发现到共同点，就是大多数的骑兵统帅都是来自亚洲，像是阿拉伯、蒙古、拜占庭还有日本、印度，全部都是来自亚洲的。不过会掺杂一些来自欧洲的国家，就比方说俄罗斯、法国，甚至非常少见的捷克统帅都是在骑兵里面。所以我在做这个列表的时候，我感觉官方他们在设计统帅的时候其实是有分区的。不过一方面也是受到文明的影响，就比方说阿拉伯都是以骑兵为主，蒙古啊、匈奴啊，大多数也是以骑兵为主。这个就是前面我所跟你们讲的考察。看完骑兵之后，我们接着看步兵。那相信我还没有切换这个画面之前，应该有不少玩家已经猜中了步兵统帅最多什么文明。没错，就是罗马跟希腊文明。其实严格来讲，罗马跟希腊算是一起的。不过各位看到结果应该也不感到意外啦，因为希腊跟罗马文明呢，其实都是以步兵为主，还有包括维京统帅基本上也是分区在步兵里面。那这里看到的中国统帅就比较少一点，只有2位。
不过步兵统帅大多数都是来自欧洲，除了刚刚我所说的罗马还有希腊之外，像是法国跟英国基本上也是分区在步兵统帅里面。比较罕见的文明就是芝诺比亚的帕尔米拉文明、巴加尔的玛雅文明、萨尔贡的阿卡德文明。基本上除了这3位统帅之外，其他的文明都算是比较常见了。那骑兵跟步兵还算是比较正常，虽然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文明，但是不算太多。接下来工兵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了，拥有最多不同文明统帅的兵种就是工兵。那其实我还以为是以埃及为主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又有什么波斯、巴比伦、乌鲁克、库沈、迦太基、亚述，哇，好多啊！还有个马萨格泰文明也是没有听过的。但是工兵统帅的文明历史也是全部兵种里面最古老的，甚至在工兵里面还有一位根本不是人，就是吉尔加美什，他是一般神一般人。但是你们也可以发现到，在工兵里面大多数都是国王啊、女王啊、王后，甚至比较罕见的法老都是来自工兵。我个人觉得策划应该设计工兵统帅是最辛苦的，因为他们那些历史真的是太久，要考察也很难考察，并且大多数的工兵统帅文明都是来自非洲。但是我这里所谓的非洲不是来自非洲草原而是来自非洲的其他国家，都是来自干旱地区并且带有沙漠的。但是在工兵统帅里面比较多的文明都是不列颠文明，这里就已经有3位统帅是来自不列颠了，剩下的其他统帅都是来自不同的文明，看起来会比较散一点。那么最后就是领袖统帅，那其实在领袖统帅的列表里面也是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文明的统帅，不过我把领袖统帅跟远程统帅放在一起所以你们会看到比较多。也因为领袖统帅是没有固定兵种的，所以它是可以来自不同的文明，不一定要绑死在骑兵、步兵、工兵。不过唯一能确定领袖统帅就是全部都是达高贵人，都是国王、王后、皇帝，剩下那些什么将军之类的大多数都是远程统帅。 OK， 那么我们把这里的数据全部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数据，到底哪一个文明的统帅最多？没错，就是中国文明统帅最多，拥有7位。当然我这个数据只是计算第1到第9代的统帅而已，还没有包括吕布、貂蝉、花木兰，不然还会有更多统帅。再来比较多的是不列颠，其实我原本还以为是罗马比较多，可能我把罗马跟希腊混在一起了，觉得罗马的统帅会比较多。接着法国、拜占庭、罗马都是有5位统帅，日本、希腊、韩国有3位，剩下的文明统帅就比较少，都是1位或者是2位。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官方他们设计的统帅文明比较多呢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比较悠久的关系，要找一些历史文献也比较容易，像是不列颠其实也是蛮容易找的，所以才会看到不列颠的统帅仅次于中国而已。而且不列颠的统帅夸张到什么程度其实我私底下还有做一个列表，就是家庭数，我发现到有很多不列颠统帅其实跟法国都有一定的关系，就比方说埃莉诺他是来自法国的，但是他的儿子理查是来自英国的有很多就是法国跟不列颠来回跳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要把他们的身份放在哪里，我是根据游戏里面把他们分区所分出来的啦。因为像是有些父母来自不列颠或者是法国，但是他的孩子又不一定是跟着他们一样的文明，当然如果我有错误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那各位看到尽管现在是已经有很多中国统帅了，但是我每次去哔哩哔哩看到一些观众留言都是说，哎呀出多一点中国统帅呀，中国统帅还不够多，我们还有很多不同朝代的统帅都还没有出完，我的天哪如果是真的把那些统帅全部放进这个游戏里面的话，真的变成中国觉醒而不是万国觉醒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今天的影片虽然没有讲到游戏里面的东西，不过也是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关于统帅的事情。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